老师来聊，所以话不多说，赶紧把介老师请进来。午安，介老师。午安，小娇，各位朋友，午安。是的，今天呢，我们真的有很多，比如说中日韩的外交关系啊，包括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英法是不是又要转头啊，等等，还有缅甸方面的话题，都要今天一一的来请教介老师。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帮助我们多多点赞，也多多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啊可以赶上今天的直播。所以首先第一个话题，我们就从大外交同这个中日韩是不是要大和解开始跟大家来谈起。那么中国的外交部长呢是在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和日本的外务大臣上川洋子，还有韩国的外交部长的这个朴正，他们是共同举行了第10次的中日韩的外长会议。上一次的这个外长会议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了，而这一次双方呢谈了差不多100分钟，谈到了很多领域方面的合作，但重中之重的就是一致同意会尽早的在合适的时间点来召开中日韩3国的领导人会谈。不过呢，之后有一个插曲了，就是我们本来看到啊，在会晤之后呢，韩国原定说要举行晚餐会，在晚餐会之后呢，还会有一个联合记者会，但是后来呢，韩国方面就宣布说，中国的外长王毅因为行程繁忙而没有办法参加，所以上述的晚餐会还有联合记者会全部都被取消了。我们都说外交是没有小事的哦，像这种晚餐会啊、联合记者会不会是临时通知的，所以姜老师，我们要如何来观察这一次王毅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晚餐会还有联合记者会呢？我想一定还是有一点波折吧，就是说是原先所未预料到的一些情况，那就临时改变这个行程嘛。对。那联合记者会是比较难开的，因为联合记者会的话，你不但自己要准备讲，还要知道对方要讲什么。对，所以这个风险很大的。那如果说对方如果讲的话，你觉得要当面要予以这个怎么讲呢？回应的话，那个气氛又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想应该就是这个联合记者会出的问题，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要高度默契、高度共识下做的。那再加上这个记者会如果有开放现场提问的话，那更很可能会怎么样？会有一点失控的状况。我想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之下我想3方大概都很难怎么样去承担一种这种外交上的不必要的风险嘛。那不得分是一回事，失分的话，那这种事情就不要做了。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在那个记者会啦。吃饭是觉得很简单的事情，联合记者会是很难开的。所以我觉得双方虽然见了面破了冰，可是并不表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未来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可见未来还有很多细节方方面面的事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这怎么讲呢？不同阶层的进一步的再沟通，然后再拿到外长层级，然后再到这个国家元首层级，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而且我们其实看到，就在外长会的同一天呢，美日韩他们还举行了联合军演。这一次呢，又是在韩国的济州岛的东南方向实施的这一次联合军演。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来挑这样的联合军演。而且我们看得到，其实呢，自从这一次这个习拜会之后呢，你不得不说，岸田文雄真的是外相出身，他立刻就嗅到了风向的转变。所以你看得出来，日本方面是马上着手要寻求与中国的对话，最终呢也是在 APEC 峰会期间就顺利的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双边的会晤，而且是正式的。甚至我们听到两边就是中日双方连核污水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谈了。但转眼我们再来看看韩国，尹锡悦最近呢去英国访问前还在提中国威胁，就连韩国自己的学者都在质疑说，尹锡悦去一趟访问英国，为什么要去攻击中国呢？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跟这个尹锡悦最多可能也就谈了2-3分钟，而且是在场边。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出来，中国是在努力的，希望跟日本的关系呢能够调节好，但是韩国就在旁边放一放呢？我觉得中国大陆外交政策正在慢慢的调整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把这些美国身边的小弟从过去的这种威吓的方式政治的方式改为
用比较和缓的方式加以沟通。那么一方面也是可以这个综合一下好，冲淡一些美国对日本跟韩国的威胁利用。那我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对韩国跟日本基本上提供了很大的利益，放了很多利多，另外后面施加的压力也很大。是。那我想对日本来讲的话，最大的利多的话，就是等于就是说松绑了对日本这个所谓的和平宪法的一种尺度，让日本虽然没有经过修改宪法，已经变成一个几乎是一个正常国家了。也就是说，他的军队已经不是只有自卫为原则了。那么他可以感觉到威胁的时候啊，他就采取军事行动。对不起，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要在美国人的这个眼皮之下做这种事，没有美国同意是不行的。对。所以你看，去年底这个岸田啊，快速把日本的国防军费啊大幅的增加，然后大幅向美国购买这种攻击性的武器，美国也同意了，这就是美国释放的很大的利多了。所以这个部分，日本在这个时候就是完全配合美国了。那另外一方面，韩国方面的话，美国对韩国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呢？一方面经济上啊，对于韩国厂商对中国大陆的所谓加入美国的这科技制裁这条放开一手，那放松一手，这一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这种记忆晶片在中国大陆市场并没有逼着韩国立刻放弃。那这一点我想对韩国来讲是很大的利多。另一方面，尹锡悦有一个核子梦，很奇怪，他有核子武器的梦，他很希望就是说他想自己发展核武，要不然就是一旦要美国对韩国提供核子保护伞啊更明确的一个承诺，这些部分美国都回应了。你记得前2个月美国的核动力，不管是战略潜艇还是攻击潜艇啊，都到了韩国的港口，一次进釜山，一次进济州哈，然后本来还要跟韩国在这个黄海啊、中日韩还要在那边举行一个军演，那表面上是威慑北韩啦，可是就美国人的动机，当然就是针对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尤其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说军事的指导纲要，对日韩的军事指导纲要大幅放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日韩的很大的一个引诱。另外就在经济上，那么尤其是对韩国的经济哈，韩国的经济在中国大陆这个的利益，美国并没有叫韩国做立刻的放弃。所以这都是对日韩两国来讲，一种很具所谓的关键性的2项美国给予的利多。那当然，从另外一方面看来，就是说中国大陆承受美国在这个等于唆使日韩一起联手对付中国大陆，这个压力就变大很多。那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对这种问题一向都是怎么样，都是釜底抽薪，直接找问题的根源，找美国人交涉。然后美国人交涉以后，然后呢再跟下士啊，就是上士下士啊。这2个下士再慢慢的收编了，我觉得这个有先后的秩序。那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不管是尹锡悦也好，还是这个美日韩军演也好，我觉得背后还是美国在施加压力，故意的。我们常常会讲，我们常常讲说，美国人可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讲话还很含蓄啊，很见解，美国人都不会这样，美国人就讲你们去，你这英国可以讲这些话啊。你要讲这个台海的问题，你要谈南海的问题，要尹锡悦就明确要讲。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跟着西方媒体讲。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在这个会谈之前啊，举行一场美日韩这个军事演习，这都是美国的剧本，这就是美国的外交，这美国的强势外交。那这个是对美国人来讲是必做的。我认为美国一定会动这个手段，而且美国绝对不会轻易让日韩从他的这个手里面控制中找到自己的自主的地位，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美国会全力阻止的。对。
但是中国方面，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呢，在我们说经常说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像刚刚这个介老师说的，找美国谈完了之后，跟拜登，起码在表面上大的这个环境定下来之后，那分着当然也要跟日本和韩国去谈。但是这一次的中日韩的会晤当中，我们蛮明显的看得出来，跟日本和韩国的态度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我看到也有分析是说呢，说中国其实在日韩方面的这种放的重量，或者是说呢，对他们的一种期待还是不高的。但相反的来说，我们来看中国外交最近在欧洲所放的期待值或者是力量却是非常足的。我们带给大家的消息呢，就是最近法国和英国2个外长的一些最新的动作。首先呢，就是法国的外长科伦纳，当然是上周晚些时候访华了，他分别呢也是跟王毅还有李强都举行了会晤。有分析就认为说呢，科隆纳这一次的到访，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习近平主席明年1月份去法国来出席中法建交60周年的庆典要做准备。所以法国看到2022年他出任外长以来，这是第一次访华，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而另外一方面呢，英国的外相凯门伦上任也是被认为说有回暖中英关系的这种考虑，而且在周末的时候，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再次重申了说，英国必须要与中国来保持沟通和接触。所以说呢，我看到有分析就认为说，现在美国的很多盟友其实也在给自己找后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特朗普比如说真的上台了，他对对手是不手软的，但对坑盟友这件事情，特朗普也是一直非常有建树的。所以大家就在说现在这个美国的传统盟友是不是也在习拜会之后正在找机会，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跟中国来搞好关系？介老师您怎么样来观察？对，我觉得就是说，这次习拜会对全世界释放一个讯息，就是说美国不会主动跟中国做经济的脱钩，还是要积极维护，甚至发展跟美国可以跟中国大陆可以发展的这些经贸的联系跟关系啦。那这个就是正式宣告美国过去要团结世界，搞2个世界。这2个世界就是什么？2个经济体的世界，一边是美欧的这个经济体，另外的话就是美欧之外的那当然，这个美国因为怎么讲呢？事实上是行不通了。那么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所以等于说正式宣告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英法来讲的话，当然是很清楚了，他们都很清楚，现在中美的关系的现在跟未来大概就是军事跟这些安全上的对抗继续，可是呢，经贸上可以合作的这些整个的这些面向大幅已经放宽了。是，所以英国的话，那是闻到了钞票的味道，所以呢，他是很想跟中国大陆进行更进一步的经贸交流。因为英国除了实体经济还有一些以外它的金融服务业的经济是很强的，尤其金融方面。过去中国大陆是人民币的境外交易市场，在欧洲最主要就是伦敦。这个对英国维持它这个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位置非常重要。是。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海外投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英国现在比较困难，就是说它本身的市场有限，过去很多国际的投资到英国投资，制造到英国投资是着眼于整个欧盟市场的。那现在英国跟欧盟市场已经区隔开了以后，我觉得它很难了。可是呢，对于金融业来讲的话，对于这种投资那种这种资本的这种操作来讲，英国还是对中国寄望很深的。所以卡梅隆他过去就是非常非常亲中的嘛。所以在英国的这些政治人物非常亲中的，他实际上退下来还有跟中国成立一个这个一带一路的基金，10亿美元的，他是主要的操盘那所以我觉得他也熟悉，另外中国大陆也信任跟接纳他，所以我想就是说，英国政府请他重出江湖，基本上就是能够在中英的经济贸易关系上能够有快速的发展了。那法国方面的话，我觉得最主要他还是怎么样着眼于法国的战略。法国是玩大国平衡的，而且它虽然是欧盟的主要成员，
那么另外一方面，欧盟这个大西洋联盟里面又是很重要的它的对外关系一致。可是呢，它并没有把全部筹码放在这个地方，它还是要走自己的路线啊，这个戴高乐路线，也就是法国在所有重要的国际事件里面都有要发出独特，而且这个声音跟立场。所以呢，我觉得法国还是走这个路线。那所以英法基本上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会有起起伏伏，可是不会搞得很紧张。这两个都是外交的这个怎么讲，外交非常纯熟的，绝对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对中国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整个战略基本上在美国对中国大陆开始3-4年载弹进攻以后，中国大陆有一个很重要的声音，不管是内部还是各方面学者上都是，中美决战基本上欧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棋子，是一个很平衡点，不能够放弃欧盟。所以尽管欧盟都要拉拢，所以对欧洲来讲的话，我想中国大陆也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刻于经营这个关系，那么以免到欧洲完全导向这个美国一方。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明年你可能很有看头，就是习近平访法国了。那接下来就是喀麦隆他怎么样来主导来导引那个英国的外交政策从事更倾向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路线，我觉得都是未来的很重要的发展。对，而且中国方面我们也知道，其实苏纳克现在自己的民调也非常低，他在呢这样的一个经济和有移民的压力之下，他现在可能也在想着是不是可以在中国或者是在东亚地区给自己加分。所以说大家都在说卡梅伦这次上来其实也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我到底卡梅伦能带来哪些改变。那说到中国的这个努力其实这条消息我是非常惊讶看到的，那就是呢在周末期间，中国外交部宣布了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还有马来西亚来试行这个免签的政策。马来西亚是不难理解的，因为马来西亚是跟中国双边就是互相的这种的免签的政策，而且马来西亚给的更久，是给30天。那么中国现在比较让人觉得意外的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要对等，就是中国如果对你这些国家去免签的话，那你这些国家也一定要对中国免签。可是这一次呢，却忽然间看见对于这些老欧洲的几个国家实行了免签的政策，所以我想请谢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或者什么样的想法，中国做出了这个决定呢？那最主要就是经济考量了，对，因为你把这些签证这个把它的这个进行免签证，那就非常方便了。这个我想这些商务旅游他们是非常欢迎的，那也就是说把门开大一点。让这些商务客他随时有事情只要买一张机票，他就可以到中国来了。对，不需要等这个申请有时候申请这个过程也需要点时间对，那有时候缓不济急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主要还是经贸考量。另外一个就是说，虽然你可以看这些国家它的观光并不是最大宗的。可是呢，我觉得也有一些促进观光业的这种利益的考量中国地大物博，这些文化历史丰富，历史文化丰富。我想随便到一个城市，我想对于这些喜爱文化的这些欧洲人来讲的话，都是极大的吸引力了。那过去你门槛放的比较高，申请签证这个还需要还需要一些时间那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趋势都是免签证，那而且也不是寻求对等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是往开放的路更走了一步，也不必太拘泥说这种对等性嘛，对你到底还是平均国民所得跟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个差距。他们这些国家给这个国民所得的纯粹是经济考量，他要看你第一个你的国民经济所得有没有到2万或2万5，然后还要看你这个你持护照的人本身你到了外国你有没有这种非法居留、非法打工
这些问题，他都会收集数据的，他们是很科学的。因为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处理过这些案子，你发觉不管美国还有欧洲啊，他们有一些标准基本上都是要看记录的。那有一些是经贸记录，有一些就是中国旅客访客在当地国的，还有在世界其他各国的这些行为记录，他都会参考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也不需要太急，你这样都用对等的话，那是很难的。很多国家你就放弃了跟他商务合作的更多的更通畅便利的这些安排嘛。那另外一方面，观光客事实上的话带来的利益是不小。你不要看这些好像是有钱国家就不在乎观光业，越有钱的国家越在乎观光业啊。法国国家的观光业一年有比他的6500万老百姓还多啊！哇，那整个欧洲第一大观光业是西班牙，那更了不起啊，对不对？那日本的话，20年前他们就希望这个观光业是能够怎么样，能够兴盛起来。他们那时候定差不多1000万观光客，那现在少超过这个数字了。那一个观光客他创造的这些消费对当地的尤其基层的这种餐饮旅游交通运输一些基层的从业人员是很大的一个经济的挹注嘛。是，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事实上还可以考虑一下更开放一点，就是说，比如说英国有些国家，对，都可以开放，就是说它的不要纯从政治考虑，那要从经济考虑。如果对自己经济有利的，那何乐不为呢？而且它除了观光之外，也有比如说去经商的。现在中国不是也在说提倡大家去中国去投资、去走一走、看一看。对，所以我估计可能也在经商方面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无论如何，还是有点惊讶了他选择的也是很多的是老欧洲的国家，所以我估计在选择方面也是做了不少功夫的。但是现在其中就有一个国家我们看到是荷兰。接下来呢就要来说一说荷兰了。荷兰呢，如果以前没有换这个领导人的话，可能还不觉得是一件事情。但是荷兰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迎来了自己呢右翼的，可以说是叫他是叫荷兰特朗普吧，对不对？这个人叫做威尔德斯，他是有望呢来接替已经执政13年的自由派的吕特。所以呢，一会儿我们会总体的来讲关于整个的欧洲往右偏的这件事。不过我想先请教一下介老师，就是我们以前听到说阿根廷总统上台之后呢，说可能会对中国的关系再来影响，但是荷兰的这一位威尔德斯，他也反移民、反欧盟、反伊斯兰教，但好像对于中国关系方面，他没有特别的提出。我们该如何观察这一位新的领导人呢？我觉得对他也不需要太高寄望，因为这个国际上自由党这种背景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意识形态很重的，对，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自由党政府他就莫名其妙他就反起中来了，很奇怪。你像这个 Morrison 他不就自由党嘛，有澳洲的那你看他跟社会党的上来以后，对中国态度真是天壤之别嘛，马上变。所以你看欧洲国家如果自由党上来的那就是非常非常意识形态。我觉得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最重的一个党其实是自由党，尤其欧洲的。欧洲这个他们到处强调什么民主自由开放可是呢问题他们又最排外。对，这个很奇怪的，就最排外，很矛盾的一个政党。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荷兰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也就是他这位这个极端自由派的这个候选人也几次都差点当上首相。可是呢，有那个社会环境，我本来就觉得迟早他就会当选。那我觉得可以期盼的，他就是怎么讲呢？第一个，他当然是内部反移民啦，对，他们都是反移民出身的。那你也可以说他有一点种族主义色彩，因为你如果说是种族是比较宽容的话，你不会对移民特别有意见。他们就是对移民特别有意见。另外，在国际上，他们是强调什么这个民主、自由、人权。可是很奇怪，他们这个又很有选择性。其实自己是反人权，在内政上反人权，可是在外界对外他又很主张人权。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欧洲，这个只是我认为这是
荷兰是开第一炮，我觉得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因为他们这些欧洲国家现在面临的社会挑战基本上都很相似，也就是经济乏力，然后呢，社会上啊，这个他们所有的矛盾都体现出来，那么普遍的主流的族群都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这些移民，外来移民。不过当然，欧洲的移民是特别困难，为什么？因为欧洲是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发源地，那么跟回教也已经打了1000多年的仗了，那他们境内的大部分移民都是回教徒。那所以在这个同化的过程中是非常困难的。对。那尤其这些回教背景的移民啊，可能到第2代、第3代啊，还感觉在社会上是属于被怎么讲呢？排斥。被排斥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 anti-social 的行为很多。他们第2代、第3代反社会倾向对很多。那造成社会上治安上很大的威胁，所以这种东西也不小，你也不能去追根溯源，可是表面上它就是冲突的很厉害的一个问题。所以另外一方面，他们不接受同化的情况，就让这些很有历史文化传统的这些欧洲国家，感觉主流文化受到了强大的威胁。是。那所以像法国是最早，法国虽然这些极右还没有这个掌政啊。可是他这个国家党的，我觉得勒庞非常接近。勒庞他们这些人，因为上一次选举除了勒庞，还有另外一位老兄啊。对，他出来声泪，那声泪俱下啊，简直是法国的文明已经要被消灭了，被移民消灭了。他出来捍卫法国的传统文明、传统价值啊。是，你看他们这个危机意识有多强。不过，我觉得这个欧洲，我也不晓得他们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啦。那不过就是说，走到极右的路线，你能把移民都怎么样，都像以色列一样这种方式处理吗？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民粹主义下，这个民众不满的一个宣泄的方式而已。可是既不具建设性，也不具未来性，纯粹是图一时之快。所以我对这些政权，我也不是抱持很大对他们有很大的很看好他们能够维持多久？未必。那么要不然就是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基本立场，要不然的话，他们只会增加他们自己国家更大的问题，社会更大的对立。对，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最近呢，其实在全世界也感觉出来了一种就叫特朗普化。我们就说美国方面，刚才说回来，就说呢，大家也在为这个特朗普上台做准备。这是因为呢，今天也看到一份最新的民调，是根据美国的政治新闻网，他们就统计了在过去的1个月多当中呢，一共有13家的独立民调做的民调，结果呢是有11个拜登都是输的，特朗普赢，只有剩下的2家才是拜登赢。所以大家就在说现在不仅仅是欧洲是这种呢比较的走极端的右派，但是美国是不是也要往右走了？所以姜老师，我们该如何观察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欧美集体转右，那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起码在短期当中会带来哪一些呢？我觉得短期的话，就是世界各国自己要小心了。欧美转右的话，它到最后它会把它的矛盾借着外面的冲突把它这种内部的矛盾怎么样消化掉，做一种转移消化，这是历史上这个是屡见不鲜的啦。对。不过欧美同时出现转右，基本上你就知道它的社会跟经济出问题了。经济出问题，社会问题，社会就带着连了，社会出问题也影响经济，两者是相互为用的。所以经济社会都有状况，那你看欧洲，我刚刚讲，像这个荷兰，还有普遍的欧洲、西欧都面临这个社会所谓主流价值有被威胁的、被冲击的这种威胁感。美国何尝不是？美国永远是忧患意识很高的，可是呢，他们都把这些敌人都引向外部的。美国是一个英文叫 foe-seeking country， 就是说它是不断在寻求仇人的国家。那仇人都在外面，因为它内部是很难整合的。你说美国说民族大熔炉行得通吗？对不对？它这个现在已经踢到铁板了，对不对？那再加上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再加上这个民族的问题，比如说共和民主两党对于移民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内部矛盾。
对。那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的话，事实上的话，川普就直接盖万里长城啊，对不对？新万里长城是。那川普虽然口上不敢，他也不敢拆那个城，不过他常常放一些这些什么，放一些移民进来。你知道欧洲现在美国现在有一个很奇特、很好笑的东西呢。他比如说德州这个州长，他们移民进来以后，到了这些德州，州长就很简单，我就准备3辆5辆 bus， 就把这些移民直接送到东北角的 Connecticut 一个最有钱的一个社区里面，就把他送到那边，叫他们下车了。啊，这边又把他丢到 Chicago 市中心，然后车就走了，放下300名难民。所以美国现在就这样玩啊，所以这个是很离谱的啊。这个社会矛盾，你说都无法解决啊。是。那最后就老百姓就相信民粹了啊，这种啊所谓啊，讲话你做不做到，可是听讲话挺过瘾的啊，就支持他吧。是。对，就觉得一种心理上得到一种安慰发泄就好了，解不解决了另外一回事。所以他们的社会是蛮危险的。那民主共和其实2党差不多。我们一直认为，哎呀，川普这家伙偏激，这家伙好，这家伙就是说会搞这些对立。我跟你讲，拜登一点都不让他。拜登是当仁不让。川普下台以后，你看拜登用多少官司对付他？对，一个一个案子对着他。那所以逼着现在美国的众议院也在讲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弹劾川普。为什么呢？用他儿子的 case。那对，韩德拜登的这个 case 要出来弹劾。所以美国现在这个2党斗争非常非常私人化，非常非常情感出发，非常情绪化了。那就是说，川普下台那个时候1月6号的那个暴动啊，事实上在美国会不会再继续爆发很难讲。是，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社会的这种积蓄的不满的能量也已经到了一个会找一个宣泄口要爆开的一个情况。那么就看上层政治人物会不会去运用它。我认为不但川普会运用，拜登也会运用，也会运用。所以美国的未来是充满了这个挑战的。而且明年就是大选年了，你说这种话题能不被利用吗？所以我们只能去看一看，看到底会走到哪一步。那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既然说到了这个世界特朗普化，我就想稍微再请教一下介老师关于阿根廷，因为阿根廷的这一位特朗普啊，或者呢他也被称作叫阿根廷版的博尔索纳罗，反正呢他自从当选之后也是一直的话题不断。那么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他对中国的态度好像有一点点转变了。之前呢他一直在强调说什么中国来介入到这个阿根廷的选举啊，又说到中资的一些控制啊，甚至扬言说要与中国和俄罗斯来断绝关系。结果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除了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参加就职礼之外，还表示说无意要终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所以大家呢，我看到有分析彭博的分析就在说，他说这是因为呢，阿根廷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比如说阿根廷与中国银行之间就有180亿美元的货币的互换的额度，而且呢，大家也在说，他说那个时候的博尔索纳罗一开始上台也说的蛮狠的呀，但是这后来不是也是现实占了上风。所以介老师，您认为说阿根廷的这位新总统是不是也看到现实之后马上就会放软呢？对，他根本没有跟中国对抗的条件啊。对呀。对，除非他想把阿根廷从目前的他的通膨率是143呢，然后40%人口是属于贫穷人口，他想把这个情况搞得更糟吗？你上来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把经济搞得更糟，变成50%贫穷人口，变成160%的这个通膨率，那他的位置坐得稳吗？阿根廷基本上就是原物料跟这些就是粮食的主要的出产国，它的致富也是致富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国家的财富从这里生产，对不对？它的海外最大的农产品市场是中国，
你不能开这个玩笑啊！你这个农产品，你的牛肉也好，你的这个大麦也好，你的这个玉米也好，你最大的市场你把它关了，对呀，那你能改善经济吗？而且我看了中国大陆跟这个阿根的经济总数也没有多大啊，看不到600亿美元啊，大概400-500亿而已啊。对中国来讲的话，是很小的一个海外市场，就很小的一个贸易伙伴了。可是对于阿根廷来讲，是它的最大的农产品的外交市场，第2大的贸易伙伴，最重要的这个外销货品，就是说进口货品的来源国。这种关系，他如果敢去撼动的话，那就他拿他自己的位置开玩笑。所以我觉得说归说啦，回归现实哈，这个老百姓的肚皮最重要，不能拿老百姓肚皮开玩笑。那中国就有这个实力摆在这个地方。那你不按规律玩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损失也不会大的。也不会大的，倒是你这个阿根廷要付出惨痛代价。所以我觉得大陆也没说什么，他就把他选举过中的几员啊，都用实际的行动当选先否定掉。因为我发觉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投机的人。从他的竞选这个米罗是极为投机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大赌徒啊。他事实上他是搞动物星象的。说这种人，外界传说他出来选总统是他因为透过通灵的听到他一个过世的一只狗叫他出来选总统。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人？他不是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出身吗？说什么搞经济的出身，我记得。我觉得就是一片谎言啊。他就是个政治素人啊，而且他的行为非常怪诞啊。可是他选举的技巧，我觉得堪称经典啦。比如说，这个阿根廷人现在最痛恨中央银行，因为什么？中央银行印钞票，每次印钞票，他拿到这张钞票以后，立刻就给你贬值10%，每天在贬。那老百姓拿到钞票就痛恨中央银行，结果呢，他就说我上来以后把中央银行给你炸掉，大家不是听得很过瘾？那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呢，我们以后通通不要自己汇，我们就用美元。因为现在阿根廷人最喜欢美元，他只要拿到了阿根廷，他立刻就要去黑市换美元，因为美元的币值比较稳定，所以他就说，你看老百姓讨厌中央，他会把它炸掉；喜欢美金，他就说我就将来就大家通用美金就好。然后阿根廷这个国家我看他的这个选举的状况我说哇，跟在踢足球一样，怎么这么热情这几乎是足球赛，下面拿着那个布条在那边唱跳这个民族性是很冲动的，很冲动的，然后很希望逞一时快吧。阿根廷的选民可以投票权的低到16岁，16岁的孩子就可以有投票权，然后他们当然希望怎么讲，一切怎么样，一切把它重新毁掉，重新来啊。对，因为他们有的是生命的非常长的时间啊，对不对？他希望全部打掉，重新来。那这位米罗选举的时候，他最有名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一个链锯，对，刚才一个签售，是。但是签售基本上他就要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砍掉的，那得到这些年轻选民的青睐。对，不过这个人我觉得选举是很厉害，我觉得看他当政以后，我觉得这个人头脑也不简单，马上呢就可以做好180度转弯。所以我本来完全不看好他的，我认为他照他选举那一套的话，他完蛋了。没想到他一当选了就换了一个人了，就是一个务实派了。所以我对他的这个未来的预测又稍微乐观一点了。我们来观察吧，反正最近的这几个选举都蛮有意思的，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啊。不过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先来感谢一下大家的这个抖内。回来之后呢，我们要主要聊聊关于缅北，因为这件事情最近真的也非常大，而且中国的解放军就是要出手了吗？让我先来这个感谢一下。这个感谢一下刘一龙的抖内，他说恭喜介老师女儿嫁对人了，说难怪昨天教员哥的节目没有看到介老师，恭喜恭喜！我很喜欢我的女婿，我觉得
很高兴，我女儿跟我的女婿结合，我很高兴。然后呢，也谢谢大家在这个其他平台上的比如说在支付宝上的，我目前看不到，所以没有办法念啊。不过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然后也有朋友呢就留言说到，说这个米莱啊，其实上周也说了，说这人呢当家了之后才知道柴米油盐贵，然后呢他在国会的时候还不到，其实他的整个在国会的这个议席还不到15席。最后呢，阿根廷对于中国大陆的出口也是非常依赖的，所以基于上述的表现，他想跟介老师来讨论，是不是其实也就是蹦蹦哒哒吸人眼球而已。对，我觉得他当时是骗选票，现在他就要保他的总统位置了，保总统位置不能拿中国的关系开玩笑，开玩笑，他的总统就不要做了，真的，就等于害了自己。然后呢，也有朋友，没有国家会帮他的，美国拿不出东西帮他的，所以美国顶多给他在旁边当啦啦队啊，帮他敲敲鼓啊。那你要真正要真刀真枪，要粮食，要钞票啊，那非得找中国。还是肚子里面兜里的钱最重要。对。然后也有朋友就说有一个冷知识，说观光业呢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观光产业能够贡献大概10%甚至以上的 GDP。他说，在非文化输出强势的国家呢，观光产业能够贡献的 GDP 会比文化产业更多。当然了，对于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呢，国内观光客市场会比海外的观光客市场相对来说更大。说这个趋势在国家中的人口越多的时候会显得越明显，所以也请教介老师，是不是也是怎么来观察这件事情的？对对对，其实观光业现在各国都非常重视。对，不只是这个欧美国家，欧洲是观光大国啊，真的。那个他们说，就是说暑假的时候到巴黎哈，满街都是观光客，巴黎人都去别的地方度假了，那就变成其他各国刚刚在那边，空城，他创造的这个经济利润，刚刚讲最多的10%哈，可能还更高，因为他同样是在创造一个国家的形象。我觉得中国的产品基本上现在行销全世界哈，现在中国的产品能不能继续再往上一层楼哈？接着是什么？就是国家形象。你的国家如果给人家一个有悠久传统悠久这种良好的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的话，会影响你国家的形象。对，那中国是有这个条件的。中国这个从这个秦汉一统天下以后，这个文明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文明。那外界像美国人就不断曲解嘛，美国人就抹黑啊、涂黑啊。那你让这些人亲自来看一看，那他对中国产生好感以后呢，那对中国的整个产业在全世界的这个形象好，那就是说它的市场就更好。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要让人家进到中国来看，来亲身体验，然后给这些观光客一些正面的形象，那么整个国家的形象能够建设得非常好第一个，有心之国有心之人就没有办法抹黑中国的现状。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良好形象也让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会得到更好的这个市场，而且价位可以提高。去了巴黎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买法国的这个名品买的这个再贵也愿意掏钱嘛，对不对？你觉得它有这个文化，有这个品味嘛？没错。那中国要把这个产品的附加价值增高，要靠什么？要靠国家的整体的形象。国家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品牌。那么中国这个品牌擦亮。那除了中国的产品之外，中国的这个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或有形的无形的，要让人家到中国来看。那么看了以后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而且我以前来出国之前，我以为是开玩笑，后来我真的接触新西兰本地人，我才知道，可能他们也是比较避世吧，也不太上网或者不太看，他都真的以为他们脑子当中的中国，真的就是我们还改革开放之前，或者甚至是建国之前的那个中国的样子，他们还停留在那里，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中国有多方便高铁长什么样子城市发展什么样，是真心不知道，所以真的有机会应该让他们去看一看。
啊，真的要开大门让他们进去，对，真的，我觉得很有必要。中国现在很值得一看呢、是有这你怎么看都让人家都是刮目相看啊，那我不让人家看呢、对。而且啊，最后啊，我再来感谢一下 Angel，他说是恭喜大使嫁女儿，他说他的岳父又少了一个，希望大使早日升级外公。谢谢大家的祝福，谢谢你的祝福。好的，那我们心领，谢谢。我们回来之后啊，接着要跟大使这个介老师呢来聊一聊关于缅甸的冲突。最近真的是有这个愈演愈烈的状态。我们首先呢带给大家2条最新的消息。第一个就是11月25号的时候呢，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就开始在中缅的边境中方的这一侧来实施实战化的演习。哇，这个演习可是引发了太多的猜测了，就各种说什么样的声音都有。而且呢，根据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地方的武装组织，也就是3兄弟联盟的这个民族民主同盟军，已经是成功呢控制了中缅边境的金三角口岸。大家也知道，金三角口岸是一个非常对于中国和缅甸来说非常重要的口岸。所以我看到现在就有分析说了。说这个民族民主同盟军呐，它的实力是真的让人大吃一惊。说以前感觉它没有这个力量可以以这么快的速度拿下口岸，所以呢，大家就在猜，说是不是有中国的解放军啊，比如或者是中国方面给了他们一些先进的武器。我看甚至有报道都说他们拿出了华为手机，什么最新一代的华为手机，说一看就是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支持。那另外呢，也有一种声音就说了，说最近的这个电信诈骗，说也是跟这个同盟军跟他们呢来进行了一个合作。一方面就是说，你们把这些人3万多人啊交到中国去，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捣毁这4大家族。但是同一时间呢，在军事上面就去支持这些同盟军。缅甸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想请介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关键还是在缅甸这个军政府哈，你如果不包庇这些电诈的话，你如果不协助中国大陆哈进行这些清剿电诈的话，那你逼着中国一定要采取自己的方法。对，因为电诈事实上的话，它已经上千亿了，好几千亿的人民币的这种诈骗金额了，造成中国基层百姓啊，有些退休的啊，还有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啊，倾家荡产啊。这个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过去中国政府跟缅甸的军政府一定强力交涉，希望军政府能够好出面，因为这到底是中国也尊重你这个现在尤其果敢地区哈，尤其老街哈，这个电诈的一个核心地点的，对不对？是你缅甸的地界嘛，希望你缅甸军政府出面，那你都不动手的话，对，那中国大陆被逼的了，因为就是说只得想办法了。所以同盟军过去他们是被4大家族赶出去的。那因为4大家族跟缅军合作，在2009吧，那么就把这个同盟军这个等于说过去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老司令啊，这个家族把他清算出去了。那这一次这个就同盟军最主要还是原来的这个3兄弟嘛，我们就说3兄弟联盟，对，联盟出来的。那当然他们我觉得坊间有些很有趣的报道说，他们突然在地上挖出来很多武器，那很奇怪啊，怎么会地底下挖出武器？而且他们这次在攻城的利器就是无人机，无人机，然后他们的装备啊看起来都很先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扫荡4大家族跟地面，就是说在缅北的缅军的据点上事实上占尽优势，很快就怎么取得了这个很多胜利我听了这个同盟军的这个参谋长，他说他们是2大目的啦，一个就是事实上他们是反这个缅甸军政府，他说这个军政府事实上是一个非法夺取政权的一个缅甸政府的一个政府，不得人心，所以他们要声讨那个缅甸军政府。另外一方面，他们要扫荡电诈集团，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誓师是这2个目的。是，当然现在这个部分的话，听说白守成，也就是4大家族为首的他事实上他大概得到缅甸，我认为他是得到缅甸政府的保证的嘛。要他出来怎么样
固守果敢的老街，这个就是电诈集团的核心啊。是。那所以最近有几件事让这个看到这个事情有升高。第一个，缅甸动用空军。其实缅甸的空军开的飞机都是中国的，好像歼21还是多少的，我记不得了。他们很多都是中国的这个等于卖给缅甸的。那他动用空军，这个空军的话就会让这个战局比较转变。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的就是说在边境有一些这个运输货品的车辆突然被炸毁、被烧掉，看起来烧掉的数目不少。因为我是看这个画面啊，我觉得是很大的一次这种攻击啊。那这个就会让这件事情往上升高。那所以我觉得避免这个战火升高，中国大陆就比较表态了。就是说，在这个边境地区、敏感地区已经进行军事演习了。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目标就是扫荡这个电诈集团，是电诈集团，中国是展现决心的，要从根铲除啊。那是不能留，你不能这个春风吹又生啊，对不对？野草除不尽，这是要从根铲除的，展现极强的决心。所以这一方面也是给同盟军打气。所以接下来我看了，因为讯息很复杂因为我的研判现在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掌握住果敢老街这个部分。那这个地方如果说有这个决定性战果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所谓就中国大陆来讲，铲除电诈行动的阶段性任务就先完成了。可是，在缅北这个果敢只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个老街是一个电诈集团中心，事实上要防止它窜逃，再找其他的地，因为人设备都很简单，它会不会到其他的地区？那我觉得就看情势发展。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同盟军背后，你可以想见是中国政府下的决心，就是说要彻底铲除电诈集团。你这个军政府不合作后，我们就自己来了，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长久以来，缅北就不是缅军势力可以到达的。对，它是运用这些，就是说果敢，就是说在缅甸的汉人这中间的内部的矛盾，它是运用了矛盾，才把这个果敢地区控制下来。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掸邦啊，掸邦也就是掸其实他们就是在缅甸的泰族。他们跟傣族，我们中国云南的傣族都是同一支的。那么就是说，掸邦非常大一个范围啊。那过去昆沙在掸邦成立过3年的一个独立掸邦啊，掸邦这个自治政府独立过。那到后来，当然国际的压力啊，这个它本身的问题，它因为它是贩毒嘛，所以它这个只维持了3年。可是它最后也是投降，它就到仰光去住了，最后在仰光终老啊。那缅甸政府只能用抚，不能用剿，因为他没有实力，他只能用安抚的、收买的，然后呢，在这个或者就是分化的方式控制这个地区。那果敢地区就是这样。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他这个电诈产业链现在很多传言，最后的后台老板，你跟搞了半天是缅甸军政府啊，因为4大家族在果敢搞这个电诈，对不对？那他们赚的钱，他能够这样做，他钱要孝敬到仰光的这些军政府的各层官员，所以变成他一个产业链。那中国铲除不了，发觉你真正的后面是这些军政府要员，那只好自己解决了。你靠军政府讲破嘴也没用啊。你越讲，那电诈集团现在在果敢有将近10万人，想想看这个数字有多可怕。对，那就是一个3不管，然后又有这个住在地政府的一个支持下的一个违法产业嘛。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不会这么快结束。那么现在到比较关键，因为除了这个事实上缅北的电诈，在泰北也有电诈。我的天，那个是在掸邦。哎呀，还有一个电诈更大一个中心哦。所以我觉得缅北的先处理完，看看泰北那个怎么处理。那不过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3不管啦。那中国大陆有很多可以着力的这个杠杆的起点。那这次同盟军，我认为啦，
基本上应该就是代理人，就是中国军事力量的代理。对，我认为就是这样。所以他对，可是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承认。对。那您认为中国会出兵吗？应该也不会，就只是这种演习罢了。不需要出兵啊，因为果敢不是因为同盟军就等于半个中国军队啊。是。他们都是当时国民党的军队留下来的军事力量啊。对，当时这个国共内战，当时在这个西南一带，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旧部啊，退出了好几支部队啊，一支到越南是叫黄杰。黄杰带了一批到越南，当然那个时候越南是在法国统治，一进越南就被法国政府缴界了。他们在越南的这个待了好几年，最后整个撤离到台湾来。那黄杰后来在台湾也当了国防部长啊，因为他带了一支很大的部队到台湾。那其他另外一支在滇缅边区，我们台湾讲滇缅边区啊，那么就是叫李弥将军，李弥啊。也是国民党的一名战将啊，他带着残部进入到泰缅。那泰国跟缅甸，他只是比较客气，没有把这两个国家灭了。他如果当时挥军南下，这两个国家就被他灭了。他是上万人的部队，骁勇善战啊。对，可是他们就是说，他们的任务是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叫他们留在那个地方，继续反攻大陆的。那后来因为有武力以后啊，那他们就控制了这个区域。那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果敢4大家族哪有这么强有力的部队啊？对啊。那这个后来有一部分也跟解放军合作了，那也就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装备，我们听他们的果敢在那边阅兵，听后面的军乐，我们我们听得非常耳熟啊。我们就说很像那首歌在我们台湾叫我爱中华。哇，那首诗我们从小在学校就唱的那就是军歌，叫我爱中华。他们在阅兵的时候放的就是这个调子啊。哇塞，就是，所以跟我们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所以我就觉得，缅甸如果说我觉得他要下重手的话，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大陆也不会同意的啦。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现在就看这个，一方面要展现军事实力，一方面要谈判实力。我觉得，大概缅甸军政府也在跟中国大陆也在进行外交密切的交涉了。中国大陆原则上是尊重缅甸的这个对领土的主权的完整啊。那可是问题，你缅甸，你在你自己的境内设立对邻国及经济社会极为不利的这种犯罪团体化，你是不对的啊。对呀。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还有的打，然后关键还在军政府怎么看。他如果要升高的话，你要去破坏的话，那对军政府并不利，因为这个军政府目前敏昂莱事实上是内外只好草木皆兵。对，他国内有10几个反抗军啊，都可以去，因为缅甸有10几个民族。缅族只占缅甸的60%，我记得是68%，其他都是其他民族。所以呢，他如果说硬来的话，各地这个剿灭这个非法窃取政权的这个所谓的军政府的话，他也对他自己也不利。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看他自己有没有下定决心干脆就把白所成给他叫他上缴缴上去上缴，然后把这些电诈通通送回中国，然后也把这个果敢老街的这个电诈的老巢把它彻底给它端掉，OK 了，这个仗就结束了。是。我觉得刚才就是因为缅北的整个的局势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各个方面消息特别多。但听谢老师这么一讲之后，千丝万缕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捋清了一点点了啊。所以我们继续来观察，看看呢缅甸的这一场战争。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方面打击这个电诈这件事情绝对是下定决心了，所以这件事情不除的话，我觉得是绝对不会收手的。好，最后剩下2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最后请谢老师稍微来聊一聊台湾的选举。我在这边也就不多说了，这个细节我也不讲了。对，就请教一下谢老师，在蓝白闭了之后，现在分道扬镳了，您认为未来会怎么样？我认为就是蓝军士气大振，可以直逼现在占优势的赖清德。然后呢，柯文哲就泡沫化了，他把自己的大好前程自己葬送，他就孤家寡人一人了。
他的票会分走，因为他最后他最弱，他会被弃保。那他下面的绿营可能就会说会归队啊，到赖清德，然后呢蓝的支持者就回到这个侯友宜，所以变成了蓝绿对决，然后侯友宜泡沫化啊，不是这个柯文哲泡沫化，泡沫化。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已经就是说已经非常非常无望，最后找一个财阀的一个家族的代表，这个让人大失所望。不过你只能说他已经在这个沉默过程中能抓到木头就是了既无组织又没有钱，那他这个选举是选不下去，然后又得罪了一大堆蓝营的，然后他最后的那个谈判让人家觉得他是贪得无厌，这个没有政治智慧。那其他的话，我觉得赖清德的话，事实上我觉得他因为所谓的执政包袱蔡英文8年的倒行逆施变成全世界最贪腐的政权他已经基本盘都能守住就不错了。那蓝营现在士气大振，然后这个侯友宜加上赵少康，再加上韩国瑜基本上正背一呼的话，士气大振，我觉得大有可为。那稍微补充一下，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说郭台铭这一次也算坑了这个柯文哲。那郭台铭在未来，您认为他还会比如说帮忙站队吗？或者去影响民调方面，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吗？我觉得他应该就归队了吗？下去了。他也不见得会公开归队。因为我们也不太了解他这个的目的性何在因为我们在台湾到处看到他的看板，到处看到他的公车广告，他也花了不少钱。当然他无所谓了，他花100亿跟我们花10万块差不多了。那他最后他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嘛？对。那我觉得他也会在这场选战里面，他就选择沉默了，也不需要他的沉默，因为他最后的民调已经掉到5%左右了，也无关宏旨了啦。那对他最好的选择就是说，在最后一刻，他看哪里谁赢的话，他最好还是归回到蓝的这个阵营里面让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呢？破碎的人格可以得到一些修补对。谢谢杰老师的点评因为台湾的这个选举呢，我觉得越靠近明年1月份，肯定消息越多，所以我们找机会在有新消息的时候再请教杰老师。好，今天非常感谢杰老师精彩的点评，也再次祝贺您当岳父。谢谢，我们下次谢谢你的祝福，谢谢，好，下次见，拜拜，见，拜拜。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1个小时的陪伴，我们聊到了非常多的话题其实在缅北的方面，我真的是听得非常过瘾，总算有人给我梳理清楚了一下整个缅甸的局势的走势。但无论是比如说缅北的一个局势还包括了现在整个中国的外交方面，甚至包括了最后聊到的台湾地区的选举方面，以后呢还会有很多的大戏上演，所以大家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频道，每天都会带给大家最精彩的节目。所以明天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三妹说亮话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明天准时来收看我们 BNE 的节目。最后也希望大家退出之前替我们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OK， 让我稍微看一下 YouTube 好，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Angel， 我们不辛苦李小坤说：“谢老师真儒雅。”是我每次跟谢老师说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都要做得更端正一点，就那个感觉。这个一鸣再见，招莎拜拜大家都拜拜。谢老师特别像，就我们说那个。以前古代不说，我这样说好不好不过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以前古代我们就说梅兰竹菊，什么4大君子、才子，我觉得谢老师特别符合那个形象。对，谢谢大家临走之前记得给我们点赞，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给那个谢老师发来祝福，我刚刚也是再次的，其实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有送出祝福了。这个希望进入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嘛，所以希望大家都幸福。
所以我看到也有，反正这个。也有很多网上的朋友就在聊嘛，说这一次干脆让赖上去算了，然后就直接同意了。但是也有这种声音啦。但是看到，反正现在这一次，我看到也有很多的评论就在说，这一次韩国瑜啊，在后来他们的一些做法还是蛮值得去点赞的。缅甸，也有朋友说这个缅甸的分裂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少数政策、少数民族的这个政策的确是比较扯，但的确啊，说实在的，中国在“一带一路”发展呢，或者这个过程当中，对于缅甸的期待值也放得蛮高的，但不争气呀，是不是 ？SN 拜拜哦，你也拜拜，Coco 也再见，大家都要去吃饭了，是不是？好的，君子如蓝嘛，对，吴林你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好，吴林，大家也拜拜喽，大家都晚安啊！我们这边已经到晚上，我们大家会去吃这个晚餐的时间了。如果你是在比如说中国大陆或者在台湾的话，现在是下午的时间，是不是？那就是这个应该是刚刚吃完中午饭在看我们的节目吧。好，那今天啊，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就下周一的时候的节目再见啦。那么也希望大家啊，临走之前记得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入到我们的频道。如果说呢您有余力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一点点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关注。而且以后呢，我们还会有字幕版啊补充，所以今天没有听完的朋友，之后也可以回来补课。再次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下次见，拜拜。